就不用介绍了，就你的粉丝比我多了。我是橘猫队长 Alex， 所以我们今天来连线一下。好，那前面我想跟你了解一下橘猫队长，因为你是生活在澳洲，对吧？但你经常到大马来，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你生活在澳洲，经常到大马来玩些什么？你怎么挑选地方哈？你看中了大马的一些什么？这是我今天的好奇点。你之前哈每次来2周大马，通常航班怎么样？多不多？你会怎么选？怎么买票呢？能不能分享一下澳洲往返大马坐飞机的一些经验？我一般就在去哪儿啊，或者携程它在海外叫 trip.com， 就一般就在去哪儿或者携程上买。然后吉隆坡往返悉尼的航班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每周都有好几趟。大概费用是多少呢？来往返大马，不同的航空公司来说。如果是亚航的话，可能就3000多块；如果是马航的话，可能就4-5千块这样子的。是一个往返含税的人民币价格，对吗？往返，对，是和中国往返好像差不多，甚至有可能还会稍微贵一些。肯定要贵一些，因为我要飞马来西亚飞8个半小时嘛，单程的话。哦，哇哦，单程8个半小时，那你对大马是真爱吗？不，威廉，我跟你说，因为马来西亚都算好的了。对，你想想，去其他地方更远。OK， 对吧？这把澳洲讲得像一个孤岛一样。就是个孤岛因为它就去新西兰最近，去巴厘岛比较近，巴厘岛也要6个多小时一点。OK， 然后到吉隆坡就是接近9个小时，8个小时，8个半到50分钟这样子。你每次到大马的话，通常行程这2周啊是怎么安排的？去一些什么地方，做一些什么？头2次呢，我在吉隆坡留的时间比较多，可能留了1周的样子。然后当时去了自驾，去到了怡保，最远当时去到了怡保，还去了马六甲，就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呢，在吉隆坡就没有安排这么多时间了。后来2次，后来就去了，在吉隆坡可能3天。然后其他时间就安排在槟城呀、马六甲这样子的。所以然后我一般就是到了马来西亚就租个车嘛，所以可能花在路上的时间也比较多，这样比较自由一点，就到处想去哪儿都可以。当时我去怡保的话，就全程自驾嘛，虽然比较累一点，但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你已经玩的不像是一般从中国大陆旅游团过来的这些玩法了，我称之为他们玩的是一个假大马。我觉得你的玩法还是比较 local 的，在西海岸南北大道自驾开来开去，应该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嘛。你来到现在最特别的最有意思的一次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次来大马的话，其实我很早以前去过马六甲一次，但是我好像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自驾到马六甲的时候，给我的感觉真的太棒了。我之前头一次去马六甲，我都没有感觉马六甲的那个氛围特别舒适，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其实那种舒适感和那种 relax 的感觉，或者就是你整个的度假的感觉，我觉得在其他地方都感觉不到，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槟城也没有这种感觉。吉隆坡肯定就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就在马六甲当天，我觉得真的感觉好 relax 哦。所以这次的话，我又去了，在马六甲待了好几天。是你能具体说说看啊？你去马六甲是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做了些什么，让你感到特别放松，特别有意思？我好想具体了解啊，因为你还用了词说比槟城还要放松，能不能再跟我们详细说说看？其实主要是它那个氛围啊，我后来回头想一想，我觉得马六甲这个城市，它对旅游业是特别特别的重视，我是这么感觉的。马六甲这个地方，当你开车进入它的那个地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基建跟马来西亚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你肯定去过吧，对吧？马六甲？对，我也自驾去过。对啊，我觉得它的基建真的
它的路边那个道路的边角料那些咔咔角角都修的特别的整洁，这是跟马来西亚其他城市地方不一样的。然后它的那个树木的修剪啊、草坪打理都要整洁一些，就我能观察到的。特别是你刚刚开进它的那个市区的范围内，然后它在古城那个范围里，机场街那个范围里，它的那些道路的边角都是修的很打扫的很整洁的。我觉得这点甚至比槟城比其他地方都要好。然后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马六甲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大马国内的游客，他们也会去那儿度假，所以你周围很容易就遇到一堆一堆的全是游客，然后在那种氛围的这个传染之下，我认为那个整个人就放松起来了，就觉得没有任何的那种需要担心的任何的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发生，可能也不可能什么抢劫啊那种也不会发生，所以就整个人非常的放松。而且那个地方坦白讲，我发现很多其实欧洲人他们喜欢去马六甲，我觉得那个欧洲人的浓度要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要高，所以就更加的 relax。特别是对，我当时在晚上在那边河边找了一个相当于一个小宾馆，在那儿坐着在那儿喝酒喝点东西嘛，然后周围就有很多那种欧美的老头老太，他们坐在那儿就也在那儿休闲喝东西，就非常的舒服，是这样子的，这样一种氛围。我觉得你观察非常细致啊，因为你讲到像树木啊、基建啊，它的这种整洁程度是我没有观察到的。但我去马六甲，我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放松，因为我是12月赶在圣诞节前去。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知道马六甲虽然非常有名啊，但它忙的时候，像过年还有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人是非常多的啊。那我那个时候去呢，也有这种感觉，我还拍了一个短视频，就它好像那些建筑都是比较大、比较空的，就等着你进去。但你进去你干嘛呢？就没人管你。你能说没有人吗？不是，其实就像你讲的，各国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那些老的居民在那儿呢，就安之若素，好像各干各的。就怎么讲，就像这个城市的弹性很大，好像它是一个黑洞，你多是什么样的来，它都把你吸收进去，无所谓。我也观察到你讲的欧美的人啊，还有像新加坡人、本地人都很喜欢去。但实际上马六甲是一个很小的，它是城区的人口好像很少的，它就有这种淡定，好像有这个魔力可以把你吸进去，这是它那种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但同时有个好玩的事情，就马六甲也有些人讲啊，它好像是被诅咒的，因为它的很多基建的项目都烂尾了，好像都烂在马六甲。对，你说的那个它那个海边有个什么项目我拍过。一个是那个黄金港，对吧？所谓什么“一带一路”项目，那个是烂尾了。还有一个是它周边的那个什么，有一个修的风格非常欧式的那个一个感觉一个小镇的一个大型的商业项目，也是非常的惨淡吧，非常惨淡。它就是很成熟，让我感觉啊，因为我是也是在晚上跑到机场街那附近，那一个一个门楣都很老的，打着灯光，我觉得每个都是不一样，有不一样的这个牌匾放在上面，长得可能也不太一样的那些这个骑楼，就像一个人呢，他很得体啊，他化妆，但又不是一个年纪很大，把自己画的花里胡哨的，花枝招展，他是那个画的，你就感觉说把他那种韵味又都衬托出来了，你在他面前不自觉的要这种高山仰止的这个感觉就会出来，所以我也挺被他吸引，而且离咱们吉隆坡又近，开过去很快就能到，是他那种独特的魅力，大家都喜欢，但又不艳俗这种。对，因为毕竟那个马六甲和槟城都是遗产区嘛，它肯定它整个它的标准都达到那遗产区的标准，所以很不错，很不错。但是因为唯独它这种旅游的氛围让人特别的放松，所以我之前都跟我的一些朋友说，我觉得你如果头一次去马来西亚的话，我建议你就先去马六甲，然后非常好的建议，可以去槟城啊，其他地方。对。我追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觉得去马六甲的这个感觉在槟城也得不到，在澳洲也得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跟槟城比较起来的话，那个槟城它的都市，
它更像一座大都市嘛，它是马来西亚第3大都市，对吧？哦，它即便是在它的那个遗产区范围之内的话，它都有很多的居民生活在这里面，然后在这里面他们从事他们自己的商业，所以导致这个槟城它就不像马六甲那样子，就是很多地方游客扎堆这样子的，就它仍然它里面的居民都在各自忙碌，他自己做自己的生意，所以它就更像是更像一个正常的城市。而马六甲它这个古城啊，就是我感觉就是它的游客和本地居民，它那个浓度是不一样的，游客特别特别多。当游客特别多的时候，那个氛围一下子变了，真的，你可以理解那种氛围吗？你周围行走的人，他的那种神态，他那个样貌、体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明显是游客，就大家都在放松，大家都在 relax， 所以导致我觉得我猜测可能是这种氛围特别好，就不像槟城。是不是游客的浓度既不是多到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就是临时造起来让你去玩一下，也不是少到你显得很异类。那等到一定的浓度的时候，你可能很多人在你身边都是游客，你会觉得哎，我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是有的，好像我跟大家一样，我都是来玩的，所以这个城市不会排挤我，不会把我觉得说哎，你看外地来的这种感觉。对，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游客他一旦多起来，大家的那个节奏就很慢，很慢的话，他就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像槟城的话，很多本地的居民他人家都要工作要吃饭嘛，对吧？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很忙碌，可能这个感觉吧，我猜测的话。OK， 那你下回再到大马来的话，你会还要想去哪些地方是在你的这个 wish list 上的呢？下次我想去把怡保再看一下，因为上次去怡保其实没有待多少天，但是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怡保这个地方，它的地貌啊，它是那个喀斯特的地貌，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有特色。而且怡保它的气候更凉爽，真的，它的温度比其他很奇怪，它比吉隆坡也要低，往南它往北比槟城也要低，它就在中间这块，它的气温就更凉爽，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的一大优点，因为我特别特别怕热，所以我去到怡保就感觉那个空气凉爽，一下子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而且它这个怡保这个小城也很漂亮，所以我准备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去一下怡保或者怡保周边一些小城镇再看看。非常好的选择。再有机会的话，可能就东马。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去怡保2次，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你看它旁边就是那些山呢，其实就诉说着它过去的财富和故事，很多都被劈开了，因为很多都开发完了。它有一种，它其实骨子里有那种傲娇在的。那边有4代华人，他们沉淀的财富啊，过去的故事，使得他们很冷静。然后整个小城旁边能看到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凉爽，因为向北到槟城是最热的。对不起啊，怡保还有很多好吃的，有各式各样的小店。我觉得你去探索怡保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我建议你下回去一个叫西米巷，西就是那个金属的西，一个大米的米，西米巷叫 Tin Alley。那里面有一个姓陈的老板，他其实就做了很多文化保护的工作，他把那些老的牌匾啊、老的木质的家具啊收回来，自己这个靠一己之力做了很多这个文化保护的。他还会跟你讲好多故事。行，我知道了，谢谢，这个建议挺好的，非常好。怡保非常棒，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在怡保，我开车去到一家那个怡保，它不是那个什么华鸡，他们那个怡保芽菜鸡饭很出名吗？当时我去到有一家，它的名字叫，我要打个广告，叫什么三妈华鸡饭。那个简直绝了，他那个基本上我吃到最好的那个白斩鸡，应该就是他的了，他真的绝了，他那个滑到令人震惊，所以我觉得怡保肯定有很多美食值得大家探索，所以我推荐去怡保。OK， 好呀。那我们再把视野打开一下哈，你从澳洲去哪儿都远，那你到了
东南亚来度假，为什么选的是马来西亚？因为我看你以前也常去泰国啊，你怎么选这个2个地方？因为你用一个排除法，其实东南亚没有，首先就是我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嘛。然后纽西兰呢，某种程度上它跟澳洲很相似，但是呢，它给人的那种所谓的异域风情就几乎没有。它跟澳洲基本上在文化上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国家。所以抛开新西兰之后呢，只有往东南亚走。东南亚很多国家我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前几年都可以直接排除掉，像什么印尼、菲律宾，全部可以直接排除掉。能给你选的地方其实并不多了，而当时的那个越南的签证也特别特别难，所以其实你选下来，也就新马泰这3个地方是基本上是最合适的，而且在 COVID 期间也不能回国嘛，对吧？所以你选下来只有新马泰，新加坡太小了，排除掉。然后泰国之前去过，所以在22年的下半年我就来了马来西亚。然后那次的话，跟我头一次去大马那个是在差不多2016年初，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好意思，17年的时候我跟我家里人其实来过一次，那次的印象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导致我过了 COVID 之后那个叫什么22年的下半年就来了一次，感觉也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棒。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那个首先就是在大马旅游，你的那个整个人的警惕性可以不用放的那么高。因为之前我去泰国的时候，就坦白讲，真的遇到过骗子，把我骗惨了，真的是，就给我留下印象就非常不好，坦白讲就非常差。为什么差？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当时跟我家里人，跟我父母去那个泰国去清迈，大概是15年的时候，在那个海关他向我要小费，就很恶劣嘛。这种情况你想想，他问游客要小费就非常恶劣。这个第一个就是入境的时候印象就很不好，然后后来在跟我朋友在曼谷的时候，就莫名其妙遇到几波骗子啊，真的就骗你一点点小钱，然后主要是骗了你的时间，然后也遇到过那种坐那个双条车，他那个半路起价，你不同意的话，他还在那里就是一直在那儿哼哼哈哈，好像一直在骂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些小的方面啊，导致在泰国有的时候真的很损害你的这个心情。当然所有的这些在大马就一次都没有遇到过。相反跟在泰国的时候跟那个感觉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不仅截然相反，我反而觉得泰国人的马来西亚人他在跟待人接物的时候啊，那个完全是跟泰国人不一样的，就更友善，更平和，更随和。他甚至有的时候他更愿意跟你聊一些乱七八糟的，聊些家长里短，这些他们都可以。所以就在人文这方面，我觉得马来西亚就特别好。所以后来连续好几次我都来的是马来西亚，而没有去泰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那个语言沟通成本特别低。他一个是有大量的华人，他会说中文；二就是他们普遍人的那个英语水平都还不错，坦白讲。而泰国人的沟通成本就有的时候很高。这在你旅游的过程中也是会影响你旅游体验的一个方面嘛，就是你能够更顺畅沟通的话，其实你就更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也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就是饮食方面的话，对我来说马来西亚是完全胜过泰国嘛，这个我都其实都不用解释了，就是总之就是马来西亚东西更好吃。所以其实综上所述的话，马来西亚总体来讲对我来说它的你可以说打个分就比泰国高。这样子的主要是。你这临场的逻辑都非常严谨啊，我都被你说服了。但我想这应该也是一种比较个性化的体验吧。咱们不说泰国跟马来西亚一定怎么样，但是我想在你自己身上，你这个和马来西亚非常有缘分嘛，而且还会持续的来。那我们肯定很欢迎你呀。是太好了。
那你经常过来，我看你最近一个视频提到的一个情绪上的观点比较吸引我的注意啊。你说你感觉亚洲人都活得比较累，这个何出此言呢？能不能再解释一下？我当时是这样子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当时出去晚上10点过了，我很饿了，我要出去吃东西。然后我开车出去在街上转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时是在哪儿呢？应该是在桑威那一带，班达桑威那一带，就街上很多餐馆依然在营业，然后很多人依然在外面吃吃喝喝，很多小贩依然在外面就是摆摊，就感觉那个城市仍然是一个晚上都是灯火通明那个样子，就很多人晚上10点过都在外面忙碌，特别是这个餐饮业的，他这个服务业的，他要工作到这么晚，所以虽然说你消费者对游客来讲你方便了。但同样的，别人就是做这个生意的人，靠此为生的人呢，你想想，他们要维持他们的生活，就要工作到这么晚，所以当时这个第一个直接原因，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其实跟中国也是很像的，也有很多餐馆它开到很晚，所以为什么我说亚洲人这个工作活得很累？因为如果你假设这个当然我对比肯定是跟欧美国家对比嘛，那就跟澳洲对比的话，你在澳洲是看不到这种情况。有个别的例子，那个是个别例子，比如说有的那个晚上，你要这边卖那个什么汉堡餐车，人家是从下午6点钟开始工作，他可能工作到晚上10点半，对吧？但是他跟这个不一样啊，他跟中国和马来西亚，人家就是从早上可能就开始营业，或者中午开始营业，工作到晚上10点半。我觉得就是亚洲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就这个意思，主要这个意思。我相信啊，就是澳洲人和中国以及马来西亚比起来，我猜哈，应该是要更加放松一些。我们把澳洲先放开，那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呢，就我的观察，还是不一样。就中国呢，如果有个小店，真的是从早会开到晚，剩余的就是只是仅有的一点自己睡觉的时间，而且全年无休，这个叫正常。或者1个月休1天。我在大马以后呢，就是我可以跟你分享，虽然就是你晚上出去一直看到有人这个开着，那个店还开着，但实际上呢，它是分时间的，因为有些档口、有些餐馆呢，它就是晚上，比方说4点开到12点，或者5点开到凌晨2点，它是晚上才开来着的。那它同样一个铺面呢，是从早上它做早市，它做那个早中市的，它是这样分批来开的。而且他们再小的档口呢，通常就比较大的店呢，有可能这个全年在营业有，但稍微大一些和这个稍微少一些和那些小的档口啊，通常每周还要休息1到2天，这个是比较常见。所以跟中国比起来呢，只能说，马来西亚人还是懂得放松的啊，但是有可能没有到澳洲的程度。所以把它放到一起呢，只能说明一个，就是大马这边饮食的文化还是比较发达。大家愿意就说，哎，晚上你看有需求，他晚上要吃东西嘛，才会有人出来。那这个也有很多小店家在这边煮啊，在这边这个做菜。我当时就是租车的时候，我不是一般都是让他上门送车，然后他们自己上门取车嘛。然后他在那个 APP 里面订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取车送车的费用特别特别便宜。当时我头几次租的时候，他取和送每一次都只要10马币，后来呢，你稍微远点地方，它可能是16、17马币。我这个当时就震惊了，我因为你才从一个澳洲那个环境跳到马来西亚这个环境，我觉得这简直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如果你在澳洲要人上门送取车的话，单次绝不会少于50澳元，就绝不会少于150马币，绝不会少于这个数字。我认为肯定会高的，而马来西亚当时居然他送一次取一次只要10马币左右，这让我真的感到很震惊。就觉得可能这个人工太便宜了。然后去洗车也是那个他们说是可能不是马来西亚本地人，是外劳，然后外劳洗一次车当时是30马币，我看的他们动用了洗的时候3个人，后来吸尘又多了2个人，就整个过程可能有4、5个人在那帮你弄，
然后后来大马的朋友在下面留言，他说你这个洗贵了，我的也他们这10几马币、20马币就可以洗，那我就觉得真的人工太便宜了，就是他们忙忙碌碌的几个人一起忙碌，忙了大概20分钟半小时，每个人分几马币，你想想，这就是这个国情的差异，确实就是国情的差异，就是他们觉得就过得很累，我是这么想的。有这个情况吧，就我洗车有洗2种，一种只是把水过一下冲一下，大概就15马币，洗10次可能还要送1次。另外一种呢就是叫 Auto Spa， 它会洗得干净点，那个就比较贵了，可能要50马币1次。那这个我把你掰细了来看啊，因为我这个生活的时间长一点，我的观察是是这样的，就有几个原因。你看马来西亚人均 GDP 可能11000多美金吧，人均收入的中位数2600-2700，吉隆坡可能会高一点，可能将近4000吧，所以它的人均收入可能只有澳洲的1/3、1/4，甚至1/5。那如果是外劳的话，还会再适当的低一点，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是在大马的油费便宜，所以你打 Grab 也是比较便宜的。使得它就总体的这个价格会下来但这个无法解释洗车这个事情。洗车呢就有点复杂。我的发现是这样的，就很多基础的劳动业呢，成熟的工人比较少，就包含把外劳拿进来看，他们自己啊叫 skilled workers 比较少 ，semi skilled 也很少。那么这东南亚都有这个情况，我朋友在泰国也是，他搞一个装修，任何一个简单的事情，在他美国的家那边是来1个人可以搞定所有事情，在泰国可能要来10个，在菲律宾也是一样，一个小的事情可能要20个人来。这主要呢还是因为他们很难去 manage 这些人的 motivation， 他们的这个 commitment， 他只能用人海战术，更多的人去完成这个事情。这里面呢既有劳工成本低的问题，也有呢用工荒，也有这个他们的这些技能还不够完善，有这些这个苦痛，也有这个低成本，也有这个无奈在里面。我的理解啊。你有道理，确实，挺有意思的。好的，那你下回还会什么时候再来呢？啊，这个也欢迎你再来啊，我们这可以再聚一下。我安排可能下半年吧，假期用完了。现在用完了。好的，那这个也代表大家欢迎你。好，谢谢。